是我的后期同事子璇，最近有了新身份——年轻宝妈。之前的代步车小鹏 P7，可惜空间太小，外出带娃实属不便，所以最近想要换一辆 SUV， 预算呢是20到30万。这是我的运营同事老王，家里也添了宝宝，想从自己的小型 SUV 换一辆尺寸更大、家人乘坐更舒适的车。除了家庭需要，在国补、电补等各种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会有买车或者换车的这个念头。那本期视频我们耗时1周，线下探店了10几款车型，重点呢是10到30万的价位区间，需求新能源家用 SUV。除了优缺点，我们还帮各位打探到了各车型的优惠情况。创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首先我们来看10到15万的价位车型。销量排行榜前5，比亚迪就占了4位。放之前说考虑极致性价比选鼻子没毛病，但现在有了更多的竞争者，选谁还真得考虑一下。第一款当然是长月霸榜第1的宋 Plus DM-i， 半年的时间卖出了16万辆，指导价格13.58到17.58万元。目前呢，官方是推出了限时一口价的活动，但是该价格是包含了比亚迪置换补贴以及国家置换补贴的，也就是说首次购车这个价格难买。支持2年零息，但店端优惠还可以继续谈。一镜到底拍摄后排乘坐空间，坐垫比较厚实，但上方遮阳帘缘故，头部空间一般。后备箱常规容积574升，卷尺测量长度90厘米，后排放倒比例长度为158厘米。次顶配以上车型提供加热、通风、全景天窗，配置差异主要在座椅功能、智能硬件和豪华配置，用户可以按照需求来选择。但如果说考虑到家人乘坐舒适性的话，推荐160公里的旗舰型，配备悬架软硬调节。智驾版的优点呢，就是舒适性配置丰富，能耗比较低，但是不足的就是相比同级竞品呢，它的价格偏高，而且部分的使用配置，像是燕飞利式的音响，包括说透明底盘，需要购买高配才有。第二款银河星舰7 EM-i， 近半年的这个销量是超过了7万台的，也是可以考虑的车型。该车呢是提供了5个配置版本，指导价97800到13.08万元，官方置换补贴呢是在8000块钱，按揭呢还可以享受2年零息，到店可以谈现金优惠，典型的 A 加级 SUV。现在一镜到底来测量后排空间，总结就是得房率很不错。后备箱常规容积528升，卷尺测量长度90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为155厘米，中配车型呢，它就配有前排座椅通风和加热。选配方面的话，如果你是音乐发烧友，可以建议大家花8800块钱选装16个扬声器的 Flyme Sound 音响，标配呢是只有6个。接下来带你们感受一下选装后的视听效果。我的不舍，你看不见，期待与寒风拥抱后。上了地铁。星舰7 EM-i 最大的优点就是性价比高，10万左右就有大空间、低能耗，配置也相对丰富。根据车友的反馈的话，车内的隔音效果一般，我实际体验下来，后排的座椅较短，腿部承托性稍显不足。第3台领跑 B10，10万预算就能买到端到端，且最高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领跑 B10还真是卷王，有510和600公里2种续航版本，5款配置，指导价是99800到129800。目前本品换购可以享受4000的现金补贴，按揭有2年零息，车内空间并不差。坐进车内，因为全景天窗呢，并不会压抑。后备箱常规容积420升，卷尺测量长度84厘米，后排比例放倒147。领跑 B10这台车优缺点相对明显，优点就是智能科技水平较高，无论是 8295P、DeepSeek 座舱，还是说激光雷达加端到端的智能驾驶辅助，这些都是这个价位独一档的存在。缺点就是它的高低配差异比较明显，像低配的话，连后排的出风口都不带；中低配车型呢是电池混装，高配的话则是配备的宁德时代的电池。第4款车还是05 EV， 听到这个名字你会问，为啥不推荐元 Plus 呢？真巧我有位同事就是准车主，我们去采访一下他。别问，问就是非常后悔。推荐还是05 EV 呢，是因为配置的水准要高于元 Plus。目前呢是有3款配置车型的，指导价格117800到137800。目前呢厂家置换补贴是有5000块钱，支持2年零息的这个补贴，店端呢是无其他优惠的。一镜到底，我们来测量一下后排空间。后排的头部空间相当不错，后
备箱常规容积是在600升，卷尺测量的长度82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145厘米。它还提供有110升的前备箱，载入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舒适配置方面的话，有全景天窗、带加热通风的前排座椅，加上电尾门、车载 KTV 等配置，实用性和娱乐性都有一定的基础。台式05 EV 这台车的优点呢，就是储物空间多，美中不足的就是比亚迪的产品迭代速度太快了，或许再等半年，价格就更便宜了。第5款深蓝 S05， 最近销量节节攀升的深蓝 S05， 3个月就卖出了2万多台，有纯电，有增程，当然啊，有加充装，城市通勤为主。我更推荐大家购买纯电版本，起步就有510的续航。纯电呢，4款配置，售价11万9,900到14万5,900，目前呢是现金优惠1万块钱，置换补贴5000。二排呢，实际体验头部空间一般，黑色的内饰稍微显得有些压抑了。后备箱常规容积410升，卷尺测量的长度是90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是在157厘米。舒适性配置，4顶配才有座椅加热和通风，相比同级呢诚意不大。副驾有女王座椅，有全景天窗带遮阳帘，风阻呢是来到了0.25，城市 SUV 里算是比较好的。电池用上了宁德时代，可以加分。操控上后驱比同级呢前驱更强，大脚电门不会有拖拽感。前面提到的5款车都是这个价位段的高热度车型。如果你是看重舒适性，可以考虑宋 Plus DM-i； 注重智能科技的话，可以考虑领跑 B10，包括深蓝的 S05。主打经济实用的话，可以看看星舰7 EM-i。接下来我们来看16到20万的价位区间。首先第一款呢，唐 DM-i。唐 DM-i 是比亚迪早期能够成功的重要车型之一。目前呢，比亚迪唐 DM-i 的智驾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在17万9,900到21万9,900。我们再来说这款车的一些亮点，它是一个中型的 SUV， 空间自然不小，但是它是7座版本的。那第2排呢，当然乘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第3排差点意思。放倒3排的这个后备箱，测量长度为107厘米。这车起步就标配 FSD 的可变阻尼悬架系统。像高配车型的话呢，它是搭载的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但是缺点也挺明显的，当然还是7座的问题。作为一台7座车来说，它的空间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然后呢，它的5连杆的悬架也是体验一般。买这辆车很简单，就主要是看有没有高阶辅助驾驶的需求，因为它最高配就配备了激光雷达，其他配置的话都是3目摄像头。不过我觉得，不管是你需不需要辅助驾驶，这车的话还是推荐大家买最低配是最划算的。第2款传祺象王 S7， 这款车呢刚上市2个多月，目前的销量表现一般，但是配置拉得挺高的。这车指导价17万5800到22万9800，在这个价位呢，它的车价现金优惠能来到6000。目前呢，不过是有时间限制的先到先得。厂家的置换补贴是有1万5，到店还可以继续谈优惠。实际得到的后排体验就是头部空间很充裕，靠背可调，舒适度不错。这车呢是中大型 SUV，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你看它在看得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满分的，像是真皮座椅、全车按摩，包括车顶的电视、电吸门，发动机呢也是 1.5T 的，高阶辅助驾驶也是有的。但是呢，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台车的底盘呢是全锈的，刹车盘呢实心的。总之，这辆车如果说你不在乎舒适配置的话，它是没问题的；在乎驾驶感受的话，那可以再斟酌一下。第3款小鹏 G6， 小鹏 G6每个月呢都能卖个上千台，现在就3款的配置，非常简洁。那指导价格呢是在17万5800到19万8800。除了说国补以及厂家置换补贴3000块钱，同品牌呢可以达到5000之外呢，店端还能优惠几千块钱。那具体呢就是大家线下自己去谈。那我们来看一下2排的乘坐空间，调整好主驾位置后呢，一镜到底来看2排。头顶空间的话呢，相对比较充裕，后备箱卷尺测量的这个长度是为94厘米，后排比例放倒的长度是在158厘米。舒适配置这一块呢，小鹏给的真的很多，标配了Nappa的真皮座椅，包括说前排的加热、通风和头枕的扬声器，电动座椅记忆。
这些功能呢，主副驾也都有啊。除了说低配之外呢，它第2排也是有这个座椅加热的。这辆车的车机和辅助驾驶配置呢也比较良心，像3个版本的话呢，都是一视同仁的。这车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挺完美的。但是缺点啊，也是设计太偏年轻化了，内饰豪华感呢给的没有那么足。那买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选低配就可以了。像低配的话，它和中配的这个体验感呢差距比较大的，主要就是在按摩和后排的加热。第4款呢，起源的 Q07， 长安起源 Q07 最近的销量是节节升高啊。它定位呢是中型的新能源 SUV， 售价12.98到17.18万元的指导价格。目前呢是有一个购车无忧补，也就是说，如果你因购车的时间导致置换补贴没有享受到的话，那它就会将按照这个同等的标准来对你进行补贴。2排乘坐体验的话，头部空间相当充裕，后备箱全尺测量的长度是在100厘米，后排比例放倒的长度是在167厘米。这车啊，中高配车型都搭载了15.4英寸的向日葵旋转屏，包括16个扬声器的音响，还搭配了256色的氛围灯。关于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话呢，它新车是支持高速 NOA、城市 NOA 与智能泊车功能，并且它的天书辅助驾驶视觉呢是标配。这车确实就是1.5升的发动机，有些人会觉得高速超车比较乏力，还有就是虽然是长安旗下的品牌，但是目前的知名度来说的话，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而且呢，它的3年12万公里的质保时间也是个问题。这车呢，我建议大家上次低配，因为最低配的话，它座椅舒适配置几乎没有啊。但是次低配的话呢，它是有这个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包括说前排还有座椅按摩，就实际体验差距真的还特别的大。第5款领跑的416，我同事前段时间挺想买这辆车的。这车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指导价15.58万到17.78万，有纯电有增程，厂家本品置换补贴是在5000块钱，车价现金优惠有9000，金融方案前2年的话零息，按揭方案车价还能便宜1万块钱，全款便宜几千。后排体验呢，明显感觉这个坐垫的臀点位置啊，就是偏薄，舒适性呢一般。后备箱呢3排放倒，全尺测量的长度是在110厘米。就算是最低配车型，它也是有200公里的纯电续航的，还拥有全景天窗、前后排的多层隔音玻璃，包括车机高通骁尔 8295P 的芯片。与同级中大型 SUV 相比的话，领跑416增程200智享版的性价比拉满。我同事当初呢就是看中它的这个低配版本，配置还蛮丰富的，而且呢还是6座，纯电版就比增程贵了6000块钱，但配置是一样的。纯电续航呢是520公里，这要是其他车企的话，这个纯电和增程差距可就大了。这车目前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硬伤，如果非要说的话，可能就电池不是大厂出品的话，要买的话呢，豫园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中配就可以了，毕竟呢中配才有这个座椅舒适性的一些配置。这几款车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其实我推荐领跑416，毕竟现在它是有1口价的，价格真的过于美丽。但如果说你是追求辅助驾驶，小鹏 G6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车这个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最后我们来看20到30万的价位区间。首先第1款，常年的销冠王 Model Y， 一直都是国内卖的最好的 SUV 之一，很多国产品牌也都是以它为目标。在换新版 Model Y 正式推出了5年零息的政策的情况下，其实卖的就更好了。当然啊，在价格上，特斯拉是没有任何优惠可言的。后期呢是26.35万，长续航版本是31.35万，地补的话呢主要是分这个地区，旧车置换可以达到1.5万。按照我1.7米的身高来调整好主驾位置后，头部空间很充裕，后排靠背可以进行调节，后备箱全尺测量的长度是在108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1.7米。Model Y 的优势呢，在于3电水平可靠以及底盘质感突出，直到现在同级中也很少有能在能耗上、驾驶质感上打败 Model Y 的车型。因为这台车呢是出了名的续航扎实，在换新版上总算把座椅通风加热，包括后排屏幕这些配置给加上了，可不能再说人家是毛坯风了，该有的也都有了。当然，如果你非要去跟国产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去比的话，那 Model Y 确实是配置一般。Model Y 最新的 HW 4.0系统在国内还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情况，智驾体验呢比较一般，还需要等后续的 OTA 升级。第2款问界 M7，
作为鸿蒙智行的带头大哥，问界一直都是整个品牌的销量担当啊。问界 M7 累积的用户已经是超过了30万，问界 M7呢更是首个端到端智驾落地的产品。大批量的用户都是从问界 M7 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华为在软硬件上的实力。问界 M7 呢有5座与6座两种座椅搭配可以选择，后者呢是比前者贵了2万块钱。配置上呢也是分为 Pro 与 Ultra 2个配置，同时呢也有后驱和4驱选择，指导价24万9800到32万9800。问界 M7 呢目前是有6000的区域补贴以及1半的现金优惠，不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问界 M7 相比于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配置拉满的情况下，空间足够大部分家庭使用。按照我1米7的身高调整好主驾位置后，腿部空间在同级车型中呢优势比较明显。后备箱常规容积574升，卷尺测量长度107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达到了181厘米。同时，问界 M7 后排座椅通风加热一应俱全。从我个人体验上来看的话，这台车绝对是4届所有产品当中最具性价比的存在。第3款小鹏 G9， 小鹏 G9 呢是小鹏体系下的旗舰车型，初代上市可是40万级别的车。随着新款的不断的更迭啊，现在的现款小鹏 G9 呢是来到了25万的级别，近半年的销量也还不错。25款的这个车型呢是有3种的配置，指导价24万8800到27万8800。目前的置换补贴是有5000块钱的，同品牌可以拿到1万。除此之外呢，店端无其他优惠了。面对像智己 R7、智己 LS6 等同级的对手，小鹏 G9 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它全都要。作为中大型 SUV，G9 的轴距是达到了2.99米。按照我1米7的身高，调好主驾位置，一镜到底来看2排的乘坐空间。后备箱常规容积574升，卷尺测量99厘米，2排放倒的比例是在167厘米，后备箱坡度比较高。小鹏 G9 的全系呢，仅仅是在续航以及后驱、4驱上有所区别。在配置上的话呢，低配及满配，像前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50瓦的无线充电、8295P 的车机、女王副驾等等。更重要的是什么？小鹏 G9 呢是全系空悬加 CDC， 这个组合在25万的这个价位可是不多见的。这车最核心的优势呢，还在于全视觉的图灵 AI 智驾系统，搭配2颗英伟达 Orin， 智驾能力稳居第1梯队，并且实现了端到端。小鹏现在仍然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全视觉方案落地城区端到端的车企，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这个主导视觉方案的特斯拉还要更快一些。第4款理想 L6。作为理想旗下最畅销的车型，理想 L6 近期呢是上新了智能换新版，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即使是 Pro 版本，它也有顶级的智驾体验。Max 的话，则是用上了车圈最顶级的雷神索尔的芯片，在智驾能力方面，毫无疑问强大了不少。正因为如此呢，新款的理想 L6 除了收官方的5000定金抵1万之外呢，在指导价上面暂时是没有任何的额外优惠的。调整好主驾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即使是作为理想家族最小的 SUV， 头部空间呢出乎意料的大，后备箱全尺测量103厘米，后排比例放倒长度167厘米，以更低的价格选到 L789相同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一款性价比不错的车。第5款深蓝 S09， 深蓝 S09是迄今为止深蓝量产车型当中价格最贵的车。整个车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它的空间表现，特别是第3排。那到这儿的话，你肯定要问了，6座车拿来和5座对比，不公平吧？我们先来看正常状态下2排的空间，保持2排一个小臂的距离。我们去看一下第3排，还有1拳的腿部空间。后备箱全尺长度52厘米，放倒呢119厘米。深蓝 S09还搭载了鸿蒙智行的同款车机以及激光雷达 ADAS 3.3智驾方案。这台车本身呢就是对标的理想的 L8以及问界 M8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深蓝 S09这个20几万的价格是不是感觉就没那么贵了？当然作为新上市的车型，深蓝 S09的正式售价是23万9900到30万9900，大定呢有额外1万的优惠，但除此之外呢，指导价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不过深蓝是给了1年保价的服务，也就是说给消费者一个定心丸，买这个车最起码短期内不会被刺。
这几款车当中呢，如果你是对家庭大6座 SUV 是刚需的话，毫无疑问呢，深蓝 S09是你的第一选择。但如果说在5座车型中综合来看的话，理想的 L6包括问界的 M7，显然呢是更合理的选择。不过特斯拉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不想犯错，害怕被刺，不在乎太多配置，只在乎动力底盘的消费者呢，可以建议入手 Model Y。70-20到30万的价位区间，还有一位种子选手没有拎出来讲，那就是小米的预期。但考虑到它的交付时间过长，对于近2个月就考虑要换新车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不太合适。那以上呢，给大家整理了3个价位15款车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进行选择。那最后祝各位都能选到自己心仪的车。如果你喜欢此类视频的话，欢迎多多点赞转发。那下一次将会是我更新的动力。